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雨的频道。我的频道内容主要分享科学上网、YouTube 网站、电子科技及一些使用技巧。如果对我频道内容感兴趣，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今天我分享关于 YouTube 赚钱的新节目。看电视剧你也能赚钱，相当于边娱乐边赚钱。这种生活模式人人向往，包括我在内。除了边看电视剧边赚钱哦，这种生活模式还多种多样，还有边旅游边赚钱的，也大有人在油管上。最典型的是有一对穷游全球的中国年轻夫妻。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今后的日子里你是钱的奴隶，不愿意活得那么不自在，那么你就应该看完我这期视频。视频会告诉你这些看电视剧赚大钱的人是怎么开设频道并且赚到钱的。我会利用几个大咖的案例实际分析，总结赚钱规律，同时也会告诉你做这类节目可能会遇到哪些坑，该如何跳坑，就是我这期节目的讲解内容。好，我们正式进入话题。我分享这几位成功的搬运者，都是在做抗日神剧的视频搬运，而且我已经观察他们有数年之长，所以我把他们赚钱模式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这种赚钱的模式。如果感兴趣，可以与我一同研究。作为视频搬运工，他的长久之计在哪？这就是本期视频讨论的热点。那我们回到桌面上，先观看几个案例。这几位搬运大佬分别是元气嘟嘟、七不达达，还有温柔一击、枪魂。这个经典片段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频道主。那还有个是热血方阵，这几位大咖不错。这个经典片段不算大咖，它还是处于一种成长阶段的一个小频道而已。我们先点第一个枪魂的频道来看一下。他的频道是19年的3月22号注册的，现在的总观看次数有差不多是1亿多的观看量。一个频道才开设1年的时间，1年时间刚好还差几天吧，它的观看量非常的可观。那这个频道主的频道名称就叫枪魂，整个字体是繁体字。为什么是繁体字？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解释。好，我们现在回到首页。你们大家看总观看次数 M 为单位的，很吓人啊！总共的视频量有415个视频。我们直接点开视频的列单来看一下。3个小时它就有856次观看，10个小时有3004次观看，1天有5900次，2天的有6300多次，3天的1万多。也有4000多的，还有6天有1.6万次的，这些增长都属于正常经典型的增长，不算是暴增。那么我们往后翻一下1个星期的，我们看看它有没有暴增量的视频，6.4万次。你看这个2周就有6.4万次的观看量。我们往后再看一下，2.1万。3周前，它的观看量的属于经典型的，这里1个月有4.9万次，看到没？这个就属于暴增型的视频，1个月就有31万次的观看量。你看，这也有一定的小范围的暴增，5.2万次、5.8万次，看到没？你看这个。已经是1个月前，也就是1个月多点，71万次的观看量。我刚刚只给大家看的都是属于暴增型的视频。这个17万次，还有这个最牛逼，529万次，2个月前，这个是24万次，99万次，1个、2个。3个
4个。他的频道里面3个月前的暴增视频还是有不少的嘞。大家都知道哈，油管给钱主要是看频道的观看量、观看时长，还有订阅者的数量。那么像他这类电视剧的视频类型，属于线索性强的，必然观看时长高。什么是线索性强的视频呢？可以理解为就是从头到尾看，这类视频就属于线索性很强的视频。加上个别视频一旦突发性的暴增观看量，油管发现某个视频观看量暴增，它就会推流量上去，给频道带来更多的观众。那么我们通过看了下它的这个视频的清单，也摸索出一些规律出来。大家看，4个月以前，4个月的这个视频就有了415万次的观看量，而且观看的时长又很高，那它这个收益肯定不小啊。那相比起技术性或者线索性不强的内容原创视频来说，这类视频正是利用观看时长高的优势，可以用低一年的搬运达到高产量的流量价值。论长久之计，搬运生命周期比原创周期更长，赚钱更漫长，也更具有规模效益。这就是搬运工的独到之处。好，我们接着再分析第2个案例，这个是七步达达。我们看一下，它是11年8月9号，这个算是元老了。我是12年注册的 YouTube 会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看抗战片的视频，所以呢，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在 YouTube 上第一个先看的就是他频道。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总观看次数有8个亿嘞，真不骗大家，你看到没有？8个亿。当然，他注册的时间年限也挺长的，已经有9年的时间啊，9年不到。然后我们直接点开，大家有没有发现个问题？这里的简介也是带有繁体字，看到没？繁体字。我是爱看电视剧的七步达达。我们直接点开视频，看一下他的频道的视频。他的频道也是抗战的片子，基本上以打仗为主。我们看一下，1个小时就有828次的观看量，说明他的粉丝也不少哦。如果按100次有1000个粉丝的话，那这里800就相当于是至少有8000个粉丝在他的频道上。我们再看一下，7个小时有3000多次，8个小时有2900次，1天有1.2万次，2天有5000多，这些流量还是算经典增长型的，不算是暴增型的增长。我给大家找一找，你看1周就有2.6万次的观看，看到没？这个1周就有16万次的观看，这个视频给他的频道引来了不少的 YouTube 的流量。我再给大家找一下，这个你看2周有10万次观看量，这里11万次，3周有6万次，他的观看量也不低啊。朋友们，你们看见没？这个3周有9.3万次的观看量，你看1个月就10万次，这里还有个7万次，而且他的频道基本上是每天都在更新，1天至少可以更个3部。大家可以看，这是1小时前，这7小时前，这个是8小时前。也就是说，如果打比方说这2部片子是早上上传的，那这个就是下午上传的，而且没多久，现在是9点过，它应该是8点多钟上传的。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暴增型的观看量。你看这个1个月就有46万次的观看，这个还有20万的观看，这个观看量真的很乐观哦。这里有个27万次，看到没？这里1个月是47万次的观看量。
19万次。你看，2个月前就55万次的观看量，不容易。你看这个，终于找到个超级暴增量的，2个月就有129万次的观看量。这个流量，你看这里也有个2个月前326万次的观看量，真的很吓人呢。这个观看量，你看这里又有一个214万次的观看。太吓人了，这个观看量。大家想一下哈，从发布时间的长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观看量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同一时间翻几十倍的观看量，说明订阅者至少是在10万以上。那么翻几十上百倍的观看量，那么订阅者都是在几十万到100万之间。以上都是我个人摸索的经验，一起分享给大家。我们看了这个频道，基本上跟前面的频道内容类型是一致的，都是抗战电视剧为主，然后可能也播放的有其他一些枪战片而已。然后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个视频的长度平均在10分钟，10分钟左右。视频我们知道的，10分钟的视频可以插播至少2个广告。如果一个有内容的视频时长越长，插播的广告次数就会增多，那么收益就可想而知。那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些暴增型的观看量给它带来的收益是不可想象的，给它频道创建的流量也是不敢想象的。这些视频基本上它是怎么录播的呢？它就是一个可能46集系列的电视剧，它每一集的看，然后把每一集最经典、最精彩的部分，它就剪辑下来，然后就上传到 YouTube， 然后加了一些字幕上去。大家有没有看见？这全部都是繁体字，标题这些视频的标题全是繁体字，没有一个简体字，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频道主肯定是个台湾人。和刚刚的这个枪魂也是繁体字，台湾的人做的频道。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柔一击。温柔一击这个应该是个大陆的，估计是看前面这2位大佬赚钱了，也效仿。不过他也是挺厉害的，你们大家看，2019年10月10号注册的，总观看次数没有达到1亿，有8300多万次的观看量，这里全是简体，看到没？他的订阅者已经有29万个，差不多接近就算30万的订阅者了，这个数量真的相当的惊人。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视频清单。好，我们还是按同样的方式去推断一下。看这个1个小时都没有17次观看，42分钟150次观看，1个小时不到190次观看，这种变化的观看量是很普通的。那么大家看见没？这个1天不到的时间就有1万次的观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它的订阅者至少是在10万人以上，才会带来有这么一个观看量。我说的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经验可以判断的。那我们再往后推一下，1天1万多次，你看2天就有3.9万次。3天有4万次，我们看看有没有更高的。你看6天就有8.5万次。你看这个1周就有11万次的观看量，属于小型暴增型的视频。我们看看有没有上10万到100万的。那这有个，那么2周前48万次，这个视频就成了它目前现阶段相当暴增的哈。那这里有个78万次的观看量，很吓人的嘞。你看38万次，54万次，那1个月下来不是有上100万次的？我们看看有没有，肯定有。在他这个频道里面，1个月只有48万次的观看量，在他这里算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你想一想，一个视频一个月就有个5、6万，甚至10几万、20万、30万的观看量，那你想一想，他一天要上传，我看他上传的频率是多大？你看他上传的视频比前面的频道主上传的速度还快，基本上是一天有5个视频。你看1、2，有时候不一定啊，最快有一天上传5个视频，最少一天有2到3个视频上传上来。这样子的话，频道里面的内容越多，它的赚钱效益就越高，成倍的增长。我们看看一个月的有没有突破100万次观看量的视频。你看这个2个月就有90万次的观看，很惊人的。你看这个2个月116万次的观看，相当于一个月有差不多60万的观看量。而且就是这么一个视频哦，它还不算你其他的，这个视频10万次，一个月至少也有5万次的观看量。一天它有4个，就算它有4个视频，如果每个视频都经历了1个月的时间，它的观看量起码至少都是按500万次的观看量来推算的，这只是一个估算啊。那么一个频道的订阅者，我们刚刚看到了，他的订阅者有29点，差不多接近30万的订阅者。那么一个频道的订阅者越多，并且频道里面视频多数都是订阅者观看的，那么他的频道必然火。像前面几位搬运大咖，订阅者拥有量是突破10万以上的。他每发一个视频，时间就在为他找流量，视频就会成为他频道的暴增导火线。当然，视频搬运选取是王道，视频主要剪辑是一个电视剧的精彩片段，然后放入自己的频道，等待观看者上钩。所以我们不敢想象，真的，这些视频搬运的大佬天天观看视频，把精彩的放上来。这就是他一天的工作量和劳动量。讲了半天，可能大家都在说，我一直都在分析的是 YouTube 上他们的观看量。那么大家也知道 ，YouTube 的观看是一个系统在管理，收钱是另外一个系统在管理，他们两者之间系统不一样，那么赚钱可能也多多少少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观看量越高，你的收益必然就会增多，这是不变的规律。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这个频道主叫温柔一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总共上传了是450个视频，那么订阅者有29.9万个订阅者。那这里是它的视频的总观看次数，大家看哈，它现在的等级属于 A 减，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来看一下它最近的这个月的收入情况，还有观看次数，包括订阅者的增加次数。我们看一下，那么从2020年的2月1号，它的订阅者已经有27万，那么每天基本上是按2000个人的订阅者增加，看到没？这里是273，过来就是275了，看到没？基本上每天是按2000个订阅者走，然后这里是减了一下，只有1000个，对吧？那么它的观看量也是一样的，每天这里是多少？大家看一下，1000万、10万、100万，你看一天就有100万的人观看，这个数字真的很吓人的嘞，你看到没？我们来看看它的赚的钱是多少。每天至少是$200起价，255的起价到4.1K 的赚钱，看到没？这个赚钱基本上每天都是在赚的100起步的美金啊，朋友，而且是最低的哦。大家都知道，一个视频里面它播放的肯定是跟视频匹配的一些类型的广告。那么抗战片属于一种比较广泛性的视频。那么呢，它播放的广告呢没有太多的限制，
就是说它的广告的内容呢没有太大的限制，所以像它这种频道播放这种抗战片，它的收益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它的日平均至少是在30到476，周平均收入是在208到3300美金。如果一个月下来，差不多是893到14000。这个频道主赚钱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哈，这里是有科学数据帮他算出来的。我们姑且不说他具体能赚多少钱，我们只说他天天这么更新。为什么这么更新？更新有它更新的动力，动力就在于它的收入很不错，所以他才会这么努力的去上传数据。好，我们来看一下元气嘟嘟。元气嘟嘟基本上做了隐藏，你看不到它的简介，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只露出一个简介。那么这里呢，视频可以看的，总共的视频有1750个视频，这个观看量我就不细算了，这是 M 开头的，大家知道。你们自己看啊，4个小时就有800多次的观看，这是何以惊人的观看量！一天就有3800次的观看量。因为个别设置嘛，所以我打不开它的视频清单，只能通过播放列表查看。但是这个列表打开呢，看不到每个视频的观看量，所以就无法为大家剖析。我更多推测是为了避免他人效仿他的赚钱模式，所以他做了隐藏。之前看他家的视频是完全可以看到他的每个视频的播放量，现在看不了了也没关系，我们通过前面几位搬运大咖也能揣测得出来。这个频道主应该是跟七不达达是差不多是在一个年份来创建的频道，也算是一个元老了。也包括这个热血方阵，它的观看量也是很惊人的，你看都是几千的走。那么一天下来10000次普通的视频，如果遇到超级精彩好看的视频，那暴增率就更高了。那么这个频道主呢也是做了隐藏设置，我们也只能看到它的首页。它的视频总共也有1830个视频，总观看量也是297，所以呢我也看不了，做不了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呢，我在这个平台下搜索到他的频道，看到没？1828个视频，订阅者有10万，他的等级是 B 加，看到没？这个是他近30天的频道的数量的变化。我们直接看他的收益吧，也是100。但是最低的时候也有36美金、31美金，它的收入要偏低一点。最低的时候，日平均的话是73到1200，周平均是510到8200，那么30天是2200美金到是35000的美金。它的收入要低一点，为什么？因为它的订阅者没有前头几位大咖的订阅者高，所以呢，我刚刚也说过，一个频道的收益跟它的订阅者的数量，还有它的视频是否被订阅者观看得多来成正比。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摸出这个规律出来。这里呢，我顺便给大家分析为什么几位大咖的播放量如此的高。这么我刚刚也给出一个小规律出来哈，就是说你的视频跟你频道的订阅者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你的订阅者越多，那你发一个视频到 YouTube 上，哪怕这个视频没有什么可看的意义，它的观看次数都会很高。只不过这个视频没有什么价值可看，那么观看时长可能就会降低而已。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理论推断。然后我们大家来看哈，这是一个叫梦梅港大枪，他的这个视频是3月4号播出的，那么就是昨天才播的。它的观看量就有6762次的观看量了哈，属于小暴增型的那种哈。我顺便给大家看一看这一排的准播放列表，准播的视频油管都会根据观看者喜好按类推送。比如你喜欢看的是今天我说的抗日神剧，那么油管就推这类节目。
而且是推这几位大咖的，那自然这些大咖的点击率就变高了。我们随便点几个抗日神剧看，整播列表里面的席位几乎都是我说的这几位大咖的视频在做，这就是油管其他节目在引流的一个规律。你看哈，我刚刚说的枪魂有吧？萌妹港大枪有吧？这个没有，枪魂，看到没？然后萌妹港大枪，你看温柔一击，他专门把这一类视频里面点击率特别高，而且时间越近的这种，它就会放到整播的列表上来。所以你想一想，观看率肯定高啊，对不对？你看热血方阵也在，你看又是他温柔一击，你看10万次七不达达。又是七不达达，随便你怎么翻，都是这几位大咖的视频排在这上面，你怎么跑都跑不脱，对吧？这就是油管的套路啊！你们要是懂了这个套路，就会在油管上做 YouTube 生存之道了。那么，为什么他们播放量还如此高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刚刚给大家分析了几个频道主，那么元老级别的基本上都是台湾人。目前阶段，台湾人最喜欢用的就是繁体字。那么我这里的推断，为什么播放量如此高？是因为大陆的抗日神剧版权在国内，所以对于境外的观众无法在有版权的地方观看，自然就为这类视频搬运工提供了播放量。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好几个视频标题及内容文字都是繁体字描述的原因所在。所以呢，我不敢说这是绝对的，只能说按照经验去判断。更多观看视频的主人，我认为应该都是一些台湾人士、海外侨胞，反正非大陆的人士看的要多得多。你想一想嘛，我在这里面看了这几位大佬的视频，字幕基本上都是繁体，有七不达达，还有几位大佬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频道有更多其他国家的人来看，部分的大佬已经增加有中英双语的这种字幕，所以他们也是在与世界接轨，他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些努力和改进。那么通过前面几个案例分析，我说了搬运工的优点，也说了 YouTube 的生存之道的一些规律。那么现在我说说作为搬运工它的缺点，以及所谓的坑在哪里。第一个，版权的问题。搬运视频若是电视剧，几乎都有版权。而且中国的版权期限在50年，所以目前搬运这类视频属于侵犯版权的问题。但是版权在大陆，搬运到油管，如果没碰触油管底线，油管也懒得管。如果真有朋友想做这类视频搬运，肯定会碰到版权主张的事情，有不明白之处，欢迎您咨询我。如果有更多人想了解此类问题，我就做一期关于如何规避油管版权主张的视频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二点就是成长期长，搬运工的成长期比原创的成长期长。众所周知，一个频道仅靠1-2个火爆的视频是不可能带来成功的。火爆的成效是靠搬运工日积月累、数年之计的搬运才有今日成效。就像前面几位搬运大咖，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细心，把可能倍增高流量的精彩片段作为自己视频的重点创作，这才是搬运工的成效亮点。第三，搬运竞争大。搬运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以想做的人必多，而油管上想做搬运的更是多如毛。同一类的搬运工都在做同样的视频，
自然而然必会产生恶劣的竞争，大家分抢油管的流量，瓜分市场的蛋糕，人越多，蛋糕就分得更少，所以先抢到先机的人必成大事。那么就像我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大咖，他们就是已经抢到先机，而且这些抢到先机的机人就是台湾人。其实呢，就是我们大陆的个别的什么经典片段啊，他们就开始在跟着效仿。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国大陆的。所以像经典片段看了一下，它的观看量属于一个成长期的观看量，几乎没有暴增型的视频，基本上是没有。你看看4个月才1300多次，好一点的也就1万次不到，看到没？我随便翻，根本找不到1个月能上10万次、20万次，暴增型的根本就没有，你看到没？这种暴增型的只能在你的订阅者有了突破性的，比如20-30万、50万以上的订阅者的数量，那么你的视频，某个视频才可能为你提供这个暴增的导火点。你看他的视频基本上8个月了，你看才5.8万次，8个月你看这个才467次，有些视频真的没什么观看率，看到没？哎呀，现在是晚高峰，我就不往下翻了，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对吧？这就是一个成长性的频道。这个频道主自己做视频也辛苦哎，一天不停的这样搬运。哎，15年看到没？15年注册的，到现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吧，对吧？多少次观看量？我们看一下，也有1亿的观看量哈。但是他的视频，我们确实没有找到有暴增型的视频。想要在油管的船上游，真的有些东西不好说。你根本搞不懂为什么那些大咖他的暴增率的观看量真的很惊人，连我自己都佩服。那么第4个，我接着说一下搬运的缺点。搬运有风险，瞎搬运等于浪费生命，把宝贵的时间换成无价值的视频，既没有观看量，长期无法达到获利标准。所以搬运一定要找到油管的热点、热门的东西，搬运才有价值。打比方说，我这期推荐的视频，主要的热点就是抗日神剧的搬运。你如果早就知道这个热点，你肯定就像经典片段一样的，就会跟他一起效仿搬运这类视频上来。最后个重点的话题呢，就是肯定有人会问我做搬运工，未来我会成器吗？这个我真不好做判断。随着油管社区政策及规定的不断更新，管控力度收紧，作为搬运碰触油管版权打击，轻则警告，重则消耗是常事。所以做搬运有风险，自己选的路走好为之。不过目前搬运是主流，且有躺歇之地，以后就未必。就如前面几位大咖，现在就可以躺着赚钱，有被动收入可赚。小雨还是提醒各位朋友，这类人呢，虽然成了视频搬运工的大咖，但并不意味着你效仿就能成为和他一样有同样的收获。就好比今天教会大家如何在市场上卖苹果，于是好多人听了都去做，结果有人赚钱了，有人却亏本了，跑来怪我小雨，这怎么我卖了没赚钱呢？我告诉你，别人搬运赚钱，你不一定能赚钱，这就是机遇，也是命运。可能你或许还有疑问，视频为什么放到这些大咖的频道上就会变成宝？如果对此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我根据人数多少情况出个视频以解答你的问题。听完小雨今天给你分享赚钱的节目，道出各种名堂，你有何感想和启发？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如果觉得我的视频不错，请点赞哦。我的频道内容主要分享 YouTube 赚钱、科学上网、电子科技及实用技巧。如果对我频道内容感兴趣，请关注并订阅我的频道哦。